大家好，我是鸟咪。现在是第3天早上，我要来乐宁汉堡尝鲜。我就是来这边等人家开门的。这个就是爆炸大峡谷套餐，是乐宁汉堡的蔬食套餐。这个咕咕的炸排，还有一份薯条，还有一个他们的柠檬汁，很健康、清新的感觉。对，好玩。是柠檬苏打水。就吃起来很像超大朵的香菇，还是有可能是波特菇，不知道。好吃哦！记录下。记忆中早先最有名的嘉义鸡肉饭就是开在这个圆环旁边的。小时候，外公最常带我去的风景区就是蓝潭和仁义潭了。也是这样骑着小绵羊。早先外婆身体还不是太差的时候，我们偶尔会3贴一起去玩。有时候就只有外公带着我。远一点的话会跑到五峰庙，再远一点会跑到梅山，最远是跑到剑湖山和北港朝天宫。外公那时候都快70岁了。还是时不时的会心血来潮骑车带我出去玩。也许我现在会这么喜欢骑车拍拍照，也是隔代继承他了吧？又或者是从那时候就种下的因。随着我年纪渐渐增长，跟着妈妈住到北部来，因为只剩寒暑假能回嘉义，老人家也日渐衰老，就越来越没什么机会能到这些地方来。现在就地重游，只觉得沿途街景非常的陌生，应该这么多年下来什么都变了吧。但是我记得这个有2楼的亭子，以前我很不喜欢走进这个亭子，因为它总是充满尿骚味。这周围变化真的很大，以前亭子周围是草地，我经常会在草地上找含羞草摸着玩，是外公教我认识含羞草的。对小小年纪的我来说，能成功辨识一种植物就很有成就感。今天好像刚好有一个什么体育活动，我超久没有来蓝潭。有吃口，感觉没吃口。原来这里晚上会有水舞，但是都没水了，就别舞了。离嘉义市区不远就有2个几乎可以说是连体婴的水库。去了蓝潭，当然要再一并去仁义潭咯。我是挑的还是他们2个离得比较近的路线。一样啊，水味好一样。
好长的上坡啊，看到就累啊，都骑到天际去了。这已经超过参天大树吧。好高的，要练记得补充香的。又大又宽又直，太好了。左边就是我们的绿色隧道，也是有来这地方。穿过中心新村前往草屯的九九峰，本来是想去那个私人设立的九九峰动物园，但是一查门票，真好，就去爬山吧。爬山好健康，有没有？
这里就可以看到地势起伏剧烈的山形，像是中式文具中的笔山。九九峰的最高海拔有779.4公尺，虽然不算很高，但是坡度陡峻，不利农耕。与苗栗3义的火焰山、高雄六龟的18罗汉山并称台湾3大火焰山地形。所谓的火焰山就是地质富含锗土，因为锗土有铁、铝这一类的氧化物，在日光不强的时段，远看会比一般的山峦更偏黄色或红色，就像火焰一般，故称火焰山。哇，这什么坡子啊？就停着吧，挺防晒的。好，现在到了九九峰森林步道。哦shit！来这边走走路，虽然感觉现在很晒啊，帽子要戴起来。听其他的山友说，这步道沿途是没有厕所，早知道刚刚应该先找一个加油站上厕所。大概这个步道全程走1圈2.1公里，我今天觉得这个时间应该也走不完。我好像到达最高点了吧？往前走就比较没有坡度了，可能就往下了。唉，其实我一直停，中间一直停下来，不然可以更快。我沿路会一直注意有没有可以捡的东西，刚才捡到了了不起的东西呢。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巨大的丛荫，这个尖凸起、圆圆的这个东西，那一个叶子上，正面叶子的正面跟背面都有哦，结了一个叶子上面就结了好几个丛荫。它虽然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像有的可能有对称造型啊，有棱有角的，像个茶壶啊什么的，这个没有。但是对我来说已经蛮珍贵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捡到过丛荫，而且这个已经木质化了。哇！居然还有上坡，我错了，我没有到最高点。不过这边的景观已经蛮不错了，视野已经很好了。什么叫走不完的阶梯？这就是一直上去，一直上去，这根本好汉坡啊！我都走到这里来了，居然还有阶梯往上，真是累死我！既然呢，刚才都说已经走了那么多了，当然那一段阶梯就坚持走完了。
刚才过了一个地标，写0K 加600，不知道是不是以制高点来算，还是以南侧北侧的这个南峰北峰的步道分界点来算。还有阶梯呢，这个99峰真的是了不起。结果又走了一小段，走过来一看，0K 加700，唉，现在已经差3分钟就要1点了，我已经走掉了一半的，预计停留在这里一半的时间了，所以肯定就是走不完了。开始要往下走了，那就反正也没怎么换路线，因为还不到交叉点。也好啦，这边阶梯步道整体来说会比较好走。真的是只要一爬山一热就满脸通红，看起来就是好像非常非常累的样子。其实我现在主要是想上厕所。现在离开步道，99峰登山步道附近还有一间玉秀美术馆，也是可拍照美美的地方。如果你对艺术有爱好，也可以事先预约导览。我今天时间不够了，只打算在它外围开放空间走走。等等，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里有一个咖啡馆。旁边这个就是玉秀美术馆的建筑。玉秀美术馆。哇，它这个园区其实不是很小而已。好可爱哦！看它的脖子长在脖子上呢。长角的山茶花，其实有点像山茶花冰淇淋。好喜欢这个雕塑。离开玉秀美术馆，踏上归途，朝今天回程中最后一个景点前进。这大概是这趟旅程里最伤心的回忆吧。你不是卡住了吧？你怎么在那里呢？你在那里是对的吗？小乖，你是谁？你是这样是正常的吗？妈呀，这个土好软！嘿，好哦，你骗我，你欺骗我的感情。我以为你卡住了呢。嗨，就在这个 moment， 我好可爱，我好可爱，我好。可爱死了。
掉哦。怎么办？你受伤了。湿了。好吧，你没有痛苦。小身躯还这么温热的。马上就死了呢！请你祷告。怎么会想到只是因为被他们可爱的模样吸引，停下来靠近欣赏，下一秒却眼睁睁看到小生命就这样在眼前逝去呢？把小鸟的身体带回路边，它身体的余温传到我掌心，更加深了我的惋惜与心疼。我甚至有点自责，如果我早一点想到它是水鸟，不自以为它需要帮助，不靠近它，它或许就不会暴冲到马路上被压死。旁边这个水稻装满了荷花，很好看。鸟种哦。如果 Google 不带走这一条路的话，你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条路。On a winding road, I set my wheels in motion, leaving the past behind with a heart full of emotion. Through valleys and fields where the wildflowers bloom, I'm chasing the horizon with the wind as my groom. With every 这条路真的是骑得很昂长，每一个路口都在红灯，每一个路口就没有。From small towns to big cities, every place has a tale. Listen to the whispers that the wind unveils. Roaming roads, I'm a traveler at heart, with an old guitar and a map of the stars. Underneath the bright blue sky, on the go, roaming roads, wherever the whistle winds blow.来，今天来看看世界，真的是满满的人潮啊！这里的日落号称全台最美，所以我本来是想来这里看个夕阳再走的，结果湿地关闭的时间比日落时间还早。说实在的，只能感觉到人山人海。这里宝贵的是湿地生态。如果以看螃蟹来说，我是觉得香山的赏蟹步道能看到更多品种。比较吸引我的是这里的云林馆草长得诗情画意，海风吹来层层草浪，看着心旷神怡。
这高美灯塔经过修正以后，今年才开放。现在这里还可以住宿。灯塔有月亮。唉，我以为它开放住宿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好吧，算了，没有感兴趣的口味。这里有兽草保护区，不过这个，所以我说那个草呢？可能过了花期了，这草根本就都被修掉了。刚才那个冰淇淋的口味，就是这几位海鲜少女的名字。鹿讲是杀戮。它现在这旁边这个一间一间的，现在就开放等住宿了。像现在前面这一间9号啊，就叫做飘扬双人房。看这大小，应该也顶多就只能作为双人房或单人房吧。其实今天阴天啊，不是因为太晚的话，也看不到夕阳。太多了，结束这3天的旅程，回家去喽。